绝世高手就在这里。杨过，小龙女，久仰大名，还有高手。虽然小龙女跟杨过归隐后，过上了收租的安逸小资生活，不料这份宁静随着斧头帮的扩张，地盘被彻底打破。为了将猪龙城寨据为己有，他们请来杀手排行榜第2的天残地残，重伤了这里的租户不说，还要痛下杀手，永绝后患。关键时刻，以化名为包租婆的小龙女不再隐藏实力，用狮吼功挡下了音波攻击，而包租公则施展太极身法，在天残地残打出攻击的瞬间，身体如橡胶一样随意变换形态，将他们打出的攻击全转移到了同伴身上。一时间，天残地残被自己双拳给揍得眼冒金星。于是为了扭转局势，两人同时踢出双脚，想趁机反制包租公。结果包租公的身法丝滑飘逸，两人每次攻击都慢一拍，而包租公只是略微出手，就让两人来了个贴脸相撞。接着包租公一手揪住一人，以自身为中心，像陀螺一样360度高速旋转，从脚下划出的沟壑以及天残地残的虚影，初步估计速度已超过了惊人的350迈。很快随着包租公松手，天残地残当场被摔成了半残。可饶是如此，两人依旧仍不服输，地残赶紧扶起古琴，捋顺琴弦以单手作为支架，天残则调动全身内力，弹出了有生以来最强一次音波。只见无数浑身充满煞气的骷髅残影，个个手持80米透明大刀，摧枯拉朽地冲向对面。然而见此一幕的包租婆丝毫不慌，在猛吸一口气后，要知道，狮吼功本就可以压制情敌之类音波，再加上包租婆的超强内力，直接将天残地残的攻击化为泡影。要不是关键时刻，包租婆不想造无辜杀孽，估计两人也随骷髅一样随风消散了。狮吼功吗？谁人打的太极拳？随后包租婆出现在琛哥车里，以李小龙的经典手势警告他以后再敢来猪龙城寨闹事，绝对不会在手下留情。琛哥赶紧的乖巧点头示意明白，这才让包租婆下了车。而车子启动后，琛哥还是止不住的后脊背发凉，强如杀手排行榜第2名的杀手，居然被包租婆一吼给废了全身武功。他不敢相信自己到底惹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存在。另外一边的猪龙城寨，苦力强和洪师傅已经相继离去，只剩阿鬼还吊着一口气。他表示能亲眼目睹真正的绝世高手，自己一生也算是没有遗憾了。这时龅牙珍出来指责包租婆夫妇，如果他们早一点出手的话，也不会变成如今这个悲惨局面。但殊不知两夫妻是有苦衷的，当年他们和别人比武，亲眼看着儿子被敌人活活打死，这才发誓从此隐姓埋名，不在人前显示武功，做一个普通人了此一生。可今天两夫妻迫不得已出手，按照琛哥阴晴不定的尿性，肯定还会再找高手来找麻烦。于是包租公让众人赶紧收拾行李，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闻听此言，阿鬼强撑着拉住包租公的衣袖，能力越大，责任就越大，你逼不了他。阿鬼，你伤得那么重，不要动气啊！我太有，太拍了，他都。阿鬼，你还是说中文好了。白天包租婆强势赶三人走，其实是保护他们躲避斧头帮的报复，但没想到报复来得这么快，并且斧头帮还请到了天残地残，居然逃避不是办法，那就站出来面对。于是两夫妻准备处理好三人后事，便去斧头帮将其彻底瓦解，好还猪龙城寨一份安宁。与此同时，阿星为了成为一个坏蛋，手拿迷你小刀，准备抢劫卖冰激凌女孩的钱财。我杀人不眨眼，钱本在哪边？说！不曾想女孩面无害怕神色，眼角却委屈地滑下了一滴泪珠。见此一幕的阿星手足无措，本以为吓唬一下女孩就会乖乖拿钱出来，毕竟让她做十恶不赦的混账事，阿星终归还是下不去手，要不然也不会过得这么穷困潦倒。这时肥仔聪发现了储钱铁盒，两人赶紧拿完钱准备离开，结果女孩却拿着铁盒追了上来，里面放着一个破碎的棒棒糖。随后她用手语比划着告诉阿星，小时候她曾被阿星救过，她一直都铭记于心，以至于长大后都在找寻阿星的踪迹。而看到棒棒糖的阿星陷入了回忆，当年两人还是懵懂的少年，由于小哑巴天生缺陷，时常遭到其他坏孩子的欺负，每这时，小阿星就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去阻拦，长此以往，连同小阿星也成了欺负对象，甚至还用尿滋他作为侮辱。小阿星觉得自己在小哑巴面前没了尊严，当年面对他递过来的棒棒糖，他发了疯地逃了回去，而从那时起，小哑巴就喜欢上了这个男孩。转眼10年后的今天，两人再次相遇，小哑巴依旧不改初衷，心地善良，可阿星却穷怕了，他发誓要做一个坏蛋，成为有钱有势的人上人。见小哑巴又将棒棒糖递给自己，阿星看出了对方心意，于是二话不说伸手将其打落。他现在吃饭都是问题，他不敢爱，也没资格去爱，更别说给喜欢的人幸福，所以趁早将这份情爱扼杀在摇篮之中。你不要再跟着我了，我迟早会被你累死。
回家养猪去吧。打死你！小哑巴历尽世人嘲弄和排挤，却始终保持童年那颗天真纯洁的心。可阿星却为了生活，活成了小时候自己最讨厌、最不耻的人。而就在阿星失魂落魄地坐在大街上时，斧头帮的人找到了他，带回总部后，师爷直接将阿星收为斧头帮成员，一下子圆了他当坏蛋的梦想。随后，琛哥表示有件事需要阿星帮忙，他给了阿星一幅地图，让阿星利用自己的开锁技能救出关押在精神病院里的火云邪神。据说当年他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后来太过寂寞，故意被人抓起来囚禁在了精神病院。而阿星按照地图和开锁技能，很顺利就找到了火云邪神。不过门口蹲马桶看报纸的邋遢老头，显然和杀手排行榜第一的气质有些不符。就连琛哥见阿星带回了这么一个极品，也怀疑是不是救错人了。见琛哥就要动怒，阿星赶紧来到老头面前，威胁他露两手证明自己是不是火云邪神。沙包一样大的拳头见过没有你？不要逼我出手啊你！不料老头鸟都不鸟阿星一眼，一旁的发型哥看不下去了，对着老头哐哐就是一套丝滑小连招，只打得对方鲜血狂飘，脸部抽搐。结果老头却嫌力度太轻，还鄙视他们斧头帮都是些软脚虾。闻听此言的琛哥非常不爽，示意发型哥可以用枪将其解决。谁知发型哥刚抬起手，枪就被老头夺了过去，并且还用枪口抵住自己太阳穴。紧接着不等众人反应，天下武功无坚不破，唯快不破。见此一幕的琛哥态度180度转变，相信老头就是传说中的火云邪神，赶紧带领斧头帮成员弯腰致敬。不过众人却致了个寂寞，因为火云邪神这时感觉到了高手气息，他来到一堵墙后面，一记高抬腿便踢开了一道裂缝，接着一个原地起蹦，瞬移到了包租婆包租公面前。